Hello， 大家好，我是馊老师。在今天的视频中呢，我将向你们分享，我平常会使用到的一些画笔，以及帮助你们挑选出适合自己的画笔。我一直有收到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其实90%以上的问题都是关于我使用的绘画工具，但实际上我真的很难一个一个同学去回复，因为就太多了，这只是我1/10的笔。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不断的在网上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去推荐各种品牌的画笔，可能推荐的都不太一样，然后你也不知道听谁的，或者是你听了推荐你买回来的笔并不适合你自己，是为什么呢？因为很有可能你本身是想画动漫或者想画插画的，我推荐的笔其实更加偏向于画一些偏写意一点类型的风景题材，所以其实它这两个工具它并不适用啊，所以导致你最后买回来的工具并不顺手。看视频的小伙伴们，你们点到我的主页里看一看啊，馊老师的画风是不是你们喜欢的？然后如果是，可以听听我的介绍，然后跟着我买一些工具啊，这样的话你用回来以后才会觉得好用。就是水彩画笔，它一般以笔毛的材质和笔头的形状去区分。那笔毛的材质其实就是这个笔头是什么类型的毛，一般来说分为动物毛、这个尼龙毛，像尼龙笔就是人造毛，它的这个吸水性就会差一些哈。动物毛它是一个吸水性非常好的一个材质，但不同的动物它的毛的这个软硬跟吸水的程度不同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自己去了解的。那动物毛里面一般从铺色来讲，我用的比较多的啊，比如说我用一张画举例啊，像这张画，那我想画出它来，我首先会大面积的铺天空，然后铺地面，在大面积渲染的时候，我就会选择一支吸水性非常好的画笔，而且它的这个型号要偏大。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会选择动物毛里的松鼠毛啊，松鼠毛是这个吸水性非常好的一种毛啊。那吸水性好在它的什么点上呢？我在铺色的时候，一笔走很大一片，然后我不用反复的再回到调色盘上去着取，就是我一笔可以绘制很大一块的面积啊，这是松鼠毛的一个特点。那除了松鼠毛用于大面积的铺色，我还会选择中国排刷，就是中国画里的这种羊毛的排刷，或者是灰鼠毛的排刷。那羊毛的排刷跟松鼠毛是一样的，也就是我可以走一大片，它的吸水性非常强，我可以一笔这个绘制出很大一块的区域，我不用反复的去调。那如果你铺色的时候选用了一支不适合的这个小号的尼龙画笔，你涂这么一大片区域，然后你要不断的调颜料，然后你才能把这一块给它绘制完哈。所以这个不同的区域它适合不同的这个画笔哈。好，那我们知道了吸水性比较好的毛，它是松鼠毛的笔，然后铺色会用到。那么这个羊毛的排刷和灰鼠毛的排刷，我们在铺色的时候都能用到。那我们如何去选择呢？对于有一些刚刚入门的小伙伴，我不想就是在确定我能就是坚持把这个爱好继续下去之前花太多的经济投入，那我建议大家选择这一支，就是排刷啊。这个排刷是属于又好用，然后它又很经济实惠。但排刷这个羊毛排刷这一支，我觉得它唯一的缺点就是笔杆子上是没有上漆的，所以它就很容易被颜料染色，它很难去洗干净，不影响它好用就行了，对吧？我们可以实际一点哈。这一支排刷它的品牌是金尼的，我是隔号买的，大中小号。那我觉得对于刚刚入门的同学来说，你们可以买一支22号和42号的，就是最大号的，我觉得目前你们可能还用不太上，就是买一支小号的和买一支中号的，我觉得就是还是比较实用的。铺色上的笔我可以先讲到这里。那这个动物毛的笔里面还有什么笔呢？还有一种笔就是貂毛笔。我的笔太多了。好，貂毛笔，
就是听着就很贵哈，因为貂毛笔它是属于兼顾了弹性跟吸水性，就是它也是属于那种吸水性非常好，我可以着取一笔色彩，然后我可以在这个画纸上就是涂抹很长时间，而且它弹性很好，就是你很容易画出就是各种各样比较活泼一些的笔触啊，这是貂毛笔的一个特点。那这2支貂毛笔，一支是达芬奇的428，一支是达芬奇的999，就是这2支笔塑形的时候可能会用到的笔，就是我慢慢从铺色环节过后往下深入会用到的笔。但是这2支笔，一支是尖头的，一支是圆头的。那我可能在风景绘画题材当中，我用到这支999会比较多，因为圆头它画出来的笔触是我个人更加喜欢的，就是我觉得它的这个笔触的感觉是比较圆钝的，就点状的这个笔触的时候，这种笔触感是我个人更加喜欢的啊。所以就每一个画画的人，他对于笔的型号会有一个自己的偏爱啊。这2支貂毛笔里面，大家需要买一支做塑形的话我比较推荐达芬奇的999，但这支的价格也会偏贵一些，特别是这种进口品牌的。那如果你觉得999太贵了，那我们选什么笔呢？又回到了中国笔哈，我们发现中国毛笔其实是西方水彩笔的一个非常好的平替啊。那像这支是这个紫狼书画这支笔也是一个这个羊毛笔啊，这是一个羊毛笔，从它的就是一般白白的就属于羊毛笔，它也是属于非常适合就是塑形的一支笔，就是我画一些具体的东西啊，我不是铺色环节，那我画一棵树的时候，它的这个笔锋的变化会很多，我觉得这个是中国画笔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可尖可圆可方啊。那怎么方？一般我需要方的时候，我会捏它，捏成平头笔的感觉以后，我就可以绘制一些比较平的笔触可以绘制出一些直线的一些效果。中国的毛笔很好用，而且大家可以大量购买，为什么呢？因为它比较便宜。那像这个狼毫呢，就是它会比这支笔的弹性更加的大。像这支笔就比较有名了，就是金泥的秋实。这支笔是很多画家甚至国外的一些画家到国内来都会带这支笔回去啊，属于非常优秀的一支画笔哈。这支画笔也是我的一个比较偏爱的一支笔啊。但是金泥的笔属于价格比较坚挺的，我也经常会到他们家的店里去乱七八糟的买一大堆回来用，但是其实我觉得都还挺好用的。那我们现在可以来说一下尼龙毛啊。尼龙毛的笔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弹性非常好，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回弹的感觉特别好，但是它的这个就真的只适合用来画一些细节，就是再大的尼龙笔，我觉得都只适合用来画细节，就是你画一些，就比如说我会画这个房子的屋檐，我刻画这个房子屋檐呐、小窗户啊，就是画一些这种细枝末节的地方，会比较适合这个尼龙的笔。它的这个不太适合大面积的去渲染啊，你去找一些这种小的形状，然后你拉一些这种很直的很长的线条，或者是你画一些这种很精致的小形状出来，拉一些很精致的小线条出来，它很适合。那我比较推荐的尼龙品牌呢是这个笔黄的啊，也是国外的一个品牌。尼龙笔的价格一般都会比动物毛的价格要低很多啊。那如果是刚刚入门的同学，可以购买10号啊，10号是一个偏小的一个号数，就是如果你暂时不会绘制很大面积的作品的话啊，10号就够了。那尼龙的笔除了这个像这种属于圆头笔，对吧？那我们从这个笔的形状上来去区分。那笔其实最基本的笔型，从形状上来区分，就是像这样的，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几种
它大致都可以归类为圆头笔。最常见的一种笔型就是它的这个笔都是圆滚滚的，对吧？笔头有尖的，有圆的啊，它就是这种类型都可以属于圆头笔。那还有一种笔就是属于瘪头笔，那瘪头笔包括我最早推荐的这种排刷，还会有这个逆辅出的这种瘪头笔啊。瘪头笔就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方形笔触或者是画一些这种建筑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好的找到直线的感觉。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个平头或者是瘪头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笔触就会容易呆板，就是没那么松动，没那么灵活啊，会有一点刻意的感觉哈。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在使用瘪头笔的时候要注意这个笔触单一的问题。那除了这个圆头笔和瘪头笔，我们还会有一些异形的笔。什么叫异形的笔？就是它的笔的形状会有那么一些奇怪啊。比如说像这种，它是属于这种切面的这种头，这种笔其实一般来说，我觉得画花卉的情况会经常用到这种笔，就是它会切出这个花瓣的这个感觉。就是它，比如说画一朵玫瑰，它这种很容易就带出一朵这个玫瑰花瓣的这个味道哈，就是属于就是它会有一种特定的一个笔型去画特定的一些东西啊。像这种瘪头笔，我觉得是有2个用途，一般是画花卉会用到，画花卉、画植物，或者是有的时候我需要在画面中洗出一些线条，洗出一些长长的洗色的时候。它就很容易洗出这样的线条，很清脆、很干爽的线条啊。但是如果你用一支这种粗不拉几的毛笔，你就很难去做到这样的效果啊。好，那异形笔里面还有不同的笔，比如说扇形笔啊，像扇形笔就会更加适合画一些树，因为这个扇形笔它会笔锋的轮廓会比较丰富一些，你画一些树的边缘。它就会比较容易做出那种树蓬松的毛糙的效果出来啊，所以扇形笔也是一个，就是你可能在风景里会用到它，但是我觉得所有的异形笔都不是一定需要的笔，用毛笔也同样可以做到。比如说破毛笔啊，我随便找了一支这个羊毛笔，那么我通过水分的控制，然后把这个笔啊搅得很丝毛的这种乱七八糟的效果，然后你通过这种笔锋这种乱笔锋的这个清扫啊，你也可以有这种扇形笔可以出现的这种比较丰富的笔触的效果哈。所以异形笔它不是必要的，只是帮助我们可能绘画的时候更加的方便啊，同样也能做出这种效果。就是笔的使用我觉得还是比较灵活的哈，甚至我见过就用一支笔走天下的啊，就像中国厨子一把菜刀走天下，就有一些老画家他真的就一支笔就能画得很好了，那怎么办呢？对吧？你只能佩服别人啊。还有一种就属于长锋，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它的这个笔细细长长的，它出锋很长，就是特别适合手残党。比如说我们需要画一些电线，你绘制不出来这个电线的效果，然后你有一根这样的毛笔就非常好用了。像这支是这种狼毛的长锋，同样的尼龙的长锋也可以画出这样的线啊，你看就是其实这几支笔都做同样的事情啊，就是大家不需要都买。比较便宜的是这支蒙马特的，大概3块钱还是4块钱啊，就买它啊。像这支是这个陈安堂的极品小线笔，我觉得这2支笔都不错啊。像这支也是金尼的，价格会贵一点啊，就你们自己去金尼店都可以找得到的。大家在选择画风景的笔的时候，认准这几点，就是我们要找一支适合自己铺色的笔，对不对？我们的中心思想又回到了适合自己铺色的笔我们选择红胖子的松鼠毛的笔，或者是羊毛的排刷，或者是灰鼠毛的排刷铺色的。那塑形的笔我们可以多选择几支，就是你们可以选择各种
不同大小的狼毛笔、羊毛笔、尼龙笔、中号的笔可以来几支，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就是我们刻画类的笔选几支。然后异形的笔呢，我觉得如果一定要选择一支异形笔我最推荐的就是勾线笔。勾线笔对手残党是非常非常友好的所以勾线笔我们再来2支，就可以非常愉快的画这个风景作品啦。如果出远门只让你带3支笔，你带哪3支？只在你这里面选。3支笔是吧？1支笔其实很轻的。你这样选出来，就观众就知道你这3支很重要了，你就选了，只能是3支。再多带1支。那顶多就只能再带1支了。挑好啦。那我选择了1支铺色用的羊毛排刷，然后1支大蓝竹，就是狼毫的，然后1支羊毛的，这2支都是塑形用的，还有1支小小笔可以画细节，然后最后还可以用它来签字。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啦。如果大家有关于水彩特别想知道的问题的话，可以在我的评论区下给我留言，我会挑选出大家疑问比较多的问题，在下一期的视频当中进行解答。喜欢苏老师的同学们记得点赞加关注哦，拜拜。